荡，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。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，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，为你疗伤？你说你成熟大方，天下无双，轻易放心上，和朋友便不四面八方。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，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？雨水成不了海洋，一人力量大。只要家人在身旁，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过往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大家一起扛，它一定让你远离感伤。无论伤心开心，大家一起唱。可只有家，就会有天堂。无论幸福祝福，大家一起想。它一定让你充满希望，无论艰难困难，大家一起担，勇敢去闯，家是快乐的负担。不会的，爹地不会用女人的。他告诉我，他很爱你，他不会跟其他女人生小孩的。我不想破坏你爸爸在你心目中的美好形象，但是事实上他已经有别的女人了。不会的，他说什么你就相信，我说什么你就不相信。你把我家长泰熙跟你回去看一下。张书记现在亲自在抓一个重点发展项目，在市中心发展一条商业街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把其中一间让给你。对不起，我们最近没有兴趣到中国投资啊。张书记，试试看我们的裸地。还是你先陪张书记坐坐，我去就来哈。啊好，那你忙你的吧。哎，好好好，吃啊。没事没事，吃裸地。好。就是啊，干什么神经病啊！人家张书记这么赏脸，亲自跑到我们的店来，你还给人家脸色看？人家说你就相信，你知不知道最近很多人去了国内啊，投资这个产业，到头来搞得焦头烂额。对了，姑姑啊，我有一个堂叔哦，在中国买了好几个单位的公寓了，后来有些付了钱了，一直不见楼影；有些啊建到一半就叫停了，有些建好了，可是啊一进去全部东西都是烂的；有些呢说是在市中心，可是啊后来变成了在郊外，旁边还有个养猪场嘞。你知道我堂叔现在怎么样了吗？怎么样了？在神经病院喽。那是你堂叔笨，怎么可以一下子就买这么多呢？还有，那是不是很久以前的事啊？5、6年前了。啊，就是喽，那是以前的事，现在那里的法律很严的，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。谁说的？海参喽。现在你开口闭口就是海参这个海参那个，我是你的丈夫，你到底是听他还是听我的？我当然是听他的了。人家见识广，经验又丰富，哪像你，整天只躲在这间小店，外面的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你都不知道。你问问你自己啊，跟你同期毕业的同学，现在一个个不是当了大老板，就是当了大总裁，而你呀，如果不是我，现在还在一间会馆当一个小小的书记，吃不饱饿不死。那我跟你说，你没本事，你就给我安安静静的在这里烤你的裸地，泡你的咖啡，不要挡着我的地球转。你怎么样了啊？活该！你今晚真的是发神经了。你是财迷心窍。嘟嘟啊，张书记要走了。哦，你看你得罪人了啦！海参呢？哎，怎么这么快就走了？张书记有点不高兴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你帮我跟他说声对不起。还有那间店，哎，别再提了。不，我先给定金好不好？不急，我看你还是先跟你的先生先商量好再说吧。中国那么大，机会有的是啊。哎呀，不用跟他商量了，我做主就行了。我先给定金，那我去开支票给你。不用太急。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，我先帮你定。
改天再跟你算。张书记已经很累了，我先送他回去。他肯出来一趟不容易的。是啊是啊，那你就帮我搞定了，谢谢你啊。好。哎，张书记，不好意思，招待不周啊。哪儿的话，你的 coffee roti 顶好的，顶好的。以后有机会去国内投资。哎，好好好，我一定去，一定去。顶好的，顶好的。好，那我们走了。哎，好，慢走啊，不送了啊。顶好的，顶好的。在睡觉吗？床上没有人，屋子里也没有人啊！一定是找到爸爸了。我刚才都叫你不要乱说话了。你紧张什么啊？他不相信我的话，就让他去好了。他一心偏向他那个好爸爸，让他去找个够。没有良心的东西，亏我对他那么好，他还是一心偏向那个没有用的爸爸。你呀，你不要打电话给他啊！现在几点了？难道你一点都不关心弯弯吗？他有事没事往那边跑，你以为他会不见吗？他一声不响就跑，看他回来不打死他才怪呢！你真的是人选动物哎！我的家事你不要理。好，我什么都不管。真的是越来越不像话。来，小心点啊！先放在这里。哎，来。怎么样？有吗？好，先放在这里吧。来。总算搬完了。老是把货放在你家也不是办法。哎，我看不如租个货仓了。我已经查过了，一个小小的货仓啊，每个月的租金都要700-800块钱，很不划算的。你的事业总要发展下去的嘛。那你现在是代理中国，说不定将来你要代理其他产品，到时候你还是要找地方来放货的嘛。现在我只是想把中国代理做好，这样就能够赢得厂家的信任。以后我想要争取代理什么样的产品，就比较容易的多了。哎，对了，阿妹，冰箱里面有水，你自己来，不要客气啊，我打一个电话。好。喂，王太太啊，你好吗？我是林学志，你还记得我吧？哎，对，你的蒸锅有没有问题呢？哦，好，那好。哎，是这样的，王太太，我最近呢编了一个小食谱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我想寄给你呢。哦，你要自己来拿？好啊，欢迎你，欢迎。哦，我现在每个1、3、5呢是会在 Orchard 的Main City。26呢，我会在牛车水的 GG。你要带朋友来啊？那更好啊！谢谢你的支持，好，谢谢你，再见。喝杯水吧。谢谢你。还没忙够啊？哦，联络一些客户，看他们有没有投诉。哎，阿妹啊，谢谢你帮我把货搬回来。没关系啊，趁机运动也好，免得肚腩都要跑出来了啊。不过说真的，这次真的应该要谢谢你了。如果不是你肯把钱拿出来投资，我也没有办法争取到这个代理权。你呀，都不知道说了几百声谢谢，都说是投资啊，赚到的钱我也是有份分啊。你谢我干什么？要不是你啊，我卖店的钱啊，拿来放银行又没有利息，拿来养家又养不了几年。现在你把生意做得这么好，我每个月还有钱赚呢。我不谢你就算了。你还跟我谢个不停，不过还是要谢的。
你知道啦，我曾经破产，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人。虽然刚刚脱离了穷籍，不过每一个人看到我，就好像看到瘟神一样，避都来不及了，更不用说拿钱出来投资呢。其实我也不是随随便便把钱拿出来的，毕竟这几万块也是我辛苦赚回来的。我是看你这些日子很拼，我相信你一定会赚回来，不怕我的钱有去无回。哎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你放心吧。我不管怎么样啊，我一定会把这些钱连本带利的赚回来的。我相信，不过你不要只顾着赚钱而忽略了身体啊！你现在工作比以前辛苦几倍，你这样挨下去也不是办法的。我看不如请一些工人回来吧。请工人，一个工人每个月至少都要1000多块钱，我们刚刚才起步，我看还是省一点吧。人家说见过鬼怕黑，我真的很怕再失败一次呢。所以呢，我现在花的每一分钱呢，都是很小心的。该花的总要花的嘛。谨慎一点好，自己辛苦一点没有关系啊。如果再失败一次啊，你的那个5万块钱啊，就一去不回头了。你呀，未免太小心了吧？哦，这是我第2次做生意，也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了。我现在已经40多岁了，如果这次生意失败，我看呢，以后再也等不到这样的机会了。你放心，这次你一定会成功的。你那么看得起我？当然了，我亲眼看见你那么受阿嫂的欢迎了。你知道现在阿嫂的钱是不容易赚的，不过你得到他们的支持的话，就会1传10，10传百。到时啊，全新加坡阿嫂都认识你哦。现在的经济不好，阿嫂们的家用钱呢已经缩水了，所以呢，我一定要处处为他们着想，为他们省钱，这样呢才能够赢得他们的信任。看来你已经摸透了阿嫂的心理啊，小心有阿嫂爱上你哦。怎么会呢？不如你趁机找个对象吧。哦，不，我是一个婚姻失败的人，我怎么还敢想这些问题呢？难道你不准备再结婚呢？不了，我现在一心一意就是要立业，我怎么还会去想其他的问题呢？更何况我有一个很可爱的女儿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Daddy 不会这样的，我要证明给妈咪看，根本没有女人在我们的家里。看你满身臭汗的，去冲个凉吧，我也该走了。哎，我已经打包了2包东西，我看你吃一点再走吧。给你这么一说，我肚子倒有点饿了。哦，好，那你随便，我去洗澡。啊。文文，这么晚了，你来找你爹地呀？你一个人吗？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为什么盗我Daddy的衣服？我，这是我们的家，你来干什么？这是我Daddy的衣服，你盗干什么？你爹地最近比较忙，没有时间洗衣服，我只是帮他洗而已吗？那关你什么事？你那么急迫干什么？文文，什么事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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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文文，你怎么会在这里的？阿妹，你的脚受伤了。我没事。小心啊，不要踩到碎玻璃。踩死他！就踩死他！文文 ，bitch！ 文文，哎，文文，你快去追他啊！哦，
怎么还不打电话来？不要叫我，说我睡着了。喂，大姐夫啊，温温他没回来啊，他不是去你那边了？发生什么事啊？温温又跑掉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温温来我这里，你不早一点跟我说呢？为什么我跟你说啊？让你早点做好准备，是不是啊？你在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你不是跟一个女人在一起吗？哈？你还跟她来到我的档口向我示威？我怎么跟你示威了？我根本都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我在继续 shopping center 开档，你带着那个女人大摇大摆的在我面前经过，不是示威是什么？啊！你想告诉我，你离学制不怕没有女人要，婚还没有离就有女人送上门来，是不是啊？你在说什么？我根本都不知道你在那边开档。他是带几个朋友来给我买蒸锅，顺便帮我把货带回来。是吗？那女人很关心你哦。他现在可是我的生意伙伴，这个蒸锅的生意他也是有份投资的。你不要解释了，反正明天法庭一下判，你走你的路，我过我的桥，你爱跟谁在一起都不关我的事。嘉熙，你是不是在温温的面前乱说话，所以他才会跑来找我的？我没有乱说话，我只告诉他我亲眼看到的。可惜温温一点都不相信我的话，所以他才会跑去看他心目中的好爸爸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一定是你跟那个女人在一起给他看到了。他看到他心目中的好爸爸美好形象破灭了，所以才跑掉，是不是啊？你什么？你告诉我啊，对不对？你简直是心理有问题！岂有此理！摔我的电话！温温不见了，你还有闲情在那里吵架？不见了，管他去死啊！我从来没有看过你这样的母亲啊！怎么会这样呢？文文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，我看还是报警吧。不用了，你们不要中他的计了。他去鬼灵精了，一定是知道今天法庭下判，所以故意耍计躲起来，以为这样我们去不成法庭。他这样做有什么用啊？即使我们不去法庭，法官还是照样下判的。嘉倩啊，打个电话给学子，看有什么消息吗？不用打了，他现在一定跟他女儿在一起，不知道多逍遥快活，他哪管女儿的死活呢？你要闹到什么事儿？文文不见了，你以为学子不紧张啊？他昨天呢，一个晚上都在找文文呢。妈的，那你以为温为什么不见了？不用脑想都会知道，他一定是看到那个女人在家里，气得转身就跑。一个小女孩能够跑得多快啊？他为什么把她追回来呢？一定是被那女人缠着了，哈，搞不好两个人在床上想追都不行啊！大姐啊，这只是你自己的想象啊。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追究这些，而是要把温温找回来。妈，我们报警吧。好，你去。妈，哎，怎么了？怎么样？我到处都找了，都找不到。我已经报警了，也通知了学校。他们说，如果有任何的消息，会在第一时间通知我的。那就可以放心去法庭喽。我现在哪有这个心情去法庭呢？好，那你不去，请你跟律师说，我现在改变主意了。我不只要跟你争房子，我还要你付赡养费、孩子教育费，付所有的赔偿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之前你不是说什么都不要了，现在又要这个要那个的。之前因为我笨吗？我以为他穷到出汁，所以我什么都不要。原来他还穷风流，婚还没离就搞上别的女人。我干嘛那么笨呢？我现在不只要，而且我能要什么我都要，我干嘛便宜那个女人？对啊，嘉琪啊，该争取的时候就去争取啊。威廉，老板娘你不知道的，不争取会很吃亏的。再说呢，嘉琪要抚养温温，生活很不容易的嘛。你要争取什么你就去争取吧，法官他怎么判，我都会照做的。即使是法官没判了，该负责的我都会负责的。不过我也会争取对温温的抚养权。你凭什么？对啊，你凭什么？好了，威廉。嘉琪啊，本来我很放心把温温交给你的，我也很相信你比我更适合照顾温温。
不过经过昨天晚上的事情之后，我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。我觉得你并没有真正的关心温温。你说什么？不是吗？你根本不可以让温温那么迟了还出门，而且你都知道他是出来找我，竟然没有打电话通知我。通知你早做准备啊！我就是要温温亲眼看到你这个好爹地的真面目，要不然他以为我整天在他面前说你的坏话。你昨晚是不是跟那女人鬼混，给他撞上了？我没有。没有？你当然这样讲了。你要怎么样怀疑我都没关系，不过你就是不可以告诉温温，说什么她也是一个小女孩，你怎么可以让她卷进我们的问题里面呢？你有胆跟别的女人在一起，没有胆给女儿知道。我没有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问心无愧。问心无愧？那你跟我讲，温温为什么跑掉呢？对，昨天晚上阿妹的确是在我们的家，不过我们之间根本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的。你们都听到了，我早说过那女人一定在那边的，她现在终于承认了。阿妹呢？她是帮忙我把货物搬去我们的家，我们真的没有做什么。孤男寡女在同一间屋子里面，真的什么都没有做。林学子，你不要骗人了，我们这里那么多人，你问问大家，谁会相信你这句话？我不想多做解释，因为我知道我再解释的话，你也不会再相信的。不过无论如何，你就是不应该把温温给扯进去。我偏要把你的女儿扯进去，怎么样？那就是说你的心理有问题，有空的话，你应该去看心理医生。你才有问题啊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安什么心啊？你恨不得我马上疯掉，然后顺理成章的把我的女儿抢走。哇，没想到你那么毒啊，用阴险毒辣的手段来对付佳琪啊！林学志，我今天总算看清楚你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休想在我手中抢走温温，无论花多少钱，我都可以打官司打到底的。对啊，一定要跟他打到底。你们不要吵了，快点来听新闻啦！坠楼的是一名小女孩，身份不明。警方目前还在调查这起坠楼案。公众如果有任何线索，请于坠楼。红帽桥第3道校。佳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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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温温，我的温温。我不想自己一个人吃，所以是来找你了。那好，我们一起去吃午餐。你爹地来载你啊？不是，我爹地妈咪今天要去法庭，不过他们已经 call 了 taxi 给我。哦，我爹地妈咪今天也是要上法庭。哈？有人要跟你们争房子？不是啦，是我爹地妈咪要离婚了。哦，离婚是小事了，整天都听到大人说要离婚。你知不知道你妈咪爹地离婚，就是他们要分开了？当然知道啦。那你知不知道，你就要选择跟他们其中一个人在一起，即使你很爱他们，你却不能跟他们一起生活。没关系啊，可以 SNS 吗？而且如果你跟你妈咪在一起，你爹地也会常常带你出去吃饭啊。你爱吃什么，他就带你去吃。最重要的是有的吃。这里的东西也很好吃，吃完了还可以吃 ice cream 哎。Table for how many? Table for 2, please. 你要吃什么就点，我请客。你够钱吗？当然够了，我有100块嘞。你妈咪不是扣你的零用钱吗？我的默写拿到90分以下就有reward。我昨天刚刚拿了100块reward嘞。哇，这么厉害呀！喂，偷偷告诉你是 Jonathan 帮我的。你作弊啊！嘘，我每次还要给他20块钱嘞。有钱的就可以做很多事，有钱的就不用读书，还可以请很多读书很厉害的人来帮你。这是谁说的？我说的啦。你很会想哦。当然了。
我妈咪还整天说我没用脑呢。I want this one and this ice cream after meal. This ice cream for the two of you. Any problem? 我这个。喂，你昨天没有回家，不怕大人生气咩？有时要让大人紧张一下，让他们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，这样啊，他们才不会忽视我们小孩子的感受。你不要说那么深的话，我听不懂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大人所做的呢不一定是对的，可是他们往往不知道啊自己所做的是不对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做的是不对的。哇，这样我更乱嘞！算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总之，我知道你的心里很不爽快就是了。对了，我心里很不爽快。那你昨晚跑去哪里？我啊，在我以前的房间睡大觉。哈，那他们为什么说你不见了？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们眼前的事。昨天晚上啊，文文，怎么去呢？文文。我daddy跟那个女人离开后，然后就回到我房间睡觉，等今天一早才偷偷溜出来。哇，你好厉害哦！这样他们真的找遍全新加坡都找不到你。大人就是这样，他们看事情啊总是有盲点，可是他们永远只是用他们的观点来看我们，完全不管我们有什么感受。哎呀，大人小孩子永远都是 unfair 了吗？还像我妈咪，每次骂我和姐姐吵架。他跟daddy也是常常吵架，他们又不骂自己，所以咯，做小孩也不好，做大人也不好，好多烦恼哦。那有什么办法？不过这有一样好嘞，好在哪里？可以吃很多好吃的东西。哎，食物来了。好吃好吃。吃东西最享受了，吃东西就没有烦恼喽。那也不对，吃惯了的东西啊，会带来肥胖、心脏病、糖尿病，还有其他各种疾病，这就是烦恼。所以你才吃那么少啊？我吃的少是因为我有心事。有心事才要吃吗？吃东西能帮你忘掉心事，是吗？Excuse me. Can I have my ice cream now? Sure. Yummy, 你有心事啊？是啊，我心事就是怎么把这个雪糕吃完。后来打电话到警局查，才确定坠楼的是别人的孩子，可是大家已经下了免清存白了。你说这个文文会跑到哪里去呢 ？Hello， 阿舅吗？文文，阿舅你还好吧？我好啊，你呢？我很好啊。文文，你真的没事吧？没事啊。对不起，我刚才吃的太饱了，我吃了一盘意大利面，还吃了很多雪糕哎！我要跟 Patrick 来吃的这样大的雪糕。你跟 Patrick 在一起？现在我才发现到啊，吃东西真的可以忘掉烦恼哎！我终于了解啊 Patrick 啊为什么这么喜欢吃东西了。你在说什么？你知不知道全世界都在找你？你昨晚跑去哪里了？我没有跑去哪里啊，我只是在我以前的房间睡个好觉而已啊。那今天早上呢？今天早上我去图书馆哦。怎么没跟你爹地妈咪说？我妈咪知道我每个星期三都去图书馆的，而且啊，我告诉他们我吃完午饭后会来医院啊看二舅还有三舅。文文来，乖，来告诉二舅，你真的没有事吗？我没事啊。不对啊，你爹地说昨天晚上你跑掉了。事实上我哪里都没有跑去啊，我只是在我的房间啊睡个好觉而已。他们以为你不见了，到处找你，还去报警啊？是吗？那是他们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我去哪里，他们都不关心，像我哪里都没有去，他们却那么紧张。我这还有什么话可以说？文文呢？我在这里。文文。
嘉喜，有话慢慢说，先喝杯水铺道一下。这个孩子不教训不行，大家找一个晚上一个白天，他就当作没有一回事一样。文文说他根本没有跑掉，昨晚他一直在自己房间睡觉，早上去了图书馆，吃了午餐就去看家福和佳琪，这些都跟你提过的。对啊，我都跟你提过了。嘉熙，你干嘛？嘉熙，回来了，你还打他？明明做错事情还说得振振有词，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。这么坏的孩子，我还不打他！我真的没有跑掉，我真的在我自己的房间睡觉。今天我所做的一切，我都有告诉过你的，我有错吗？你不肯，小小年纪就这么有心机了哈！你是故意的，故意把大家搞到团团转，现在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。哎，嘉熙，你不要再打他了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一心以为他已经跑掉了，帅忙着去找他，根本没有想到要回去看看的，是我一时太大意了。文文，对不起，是爹地的错，爹地跟你道歉啊。跟爹地回去，走，来。你干什么？法庭已经下判，文文暂时跟着我的。你刚从法庭回来就想跟我抢女儿？我不是要跟你抢女儿，我只是要你自己冷静下来。你想想看，你现在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这样打他，能够解决问题吗？你不要忘记啊，我可是温温的爸爸。法庭说我是有权利照顾他的。法庭只准你1个星期见他2次。法庭也说每个星期温温可以在我那住上2天呢。温温，我们走。你休想！那你先找你的律师来找我的律师谈。你们不要再吵了啦 ，Daddy， 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，因为我再也不相信你了。妈咪，你也没有权利打我，因为纵然我有错，也是你造成的。我已经11岁了，我能自己照顾自己，我有好阿嬷、好阿姨、好舅妈，即使没有妈咪、Daddy， 我也能健康地成长。所以你们放心地过你们的生活吧，去寻找你们的幸福，不要再因为我搞到大家都那么不愉快了。文文。哇，好心你啦，吃慢点啦，又没有人跟你抢。老大，你没有试过啊，又饥又渴的滋味啊，所以你永远都无法体会到水跟食物有多么重要。吼，你就因为这样而出卖阿娇啊？怎么说出卖啊？不是出卖是什么？如果不是佳琪跟雅喜，阿娇早就被老高带去泰国，而你早就被饿死了咯。那我也没有办法啊！你知道老高怎么逼我的吗？他拿刀要割我耳朵，哎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很变态。换作是你的话，你什么也都听他的啦。哎，我才不会像你这样没有义气哦！高头大马的还打输老高，害了全世界啊你！老大，受害人要不是你，你当然会讲这些风凉话啦。那一天我走进去厕所，他跟着进来，站在后面说要泼我抢水。你知道他泼哪里吗？哪里？泼那里啦！害我吓得连尿都尿不出来。换作是你，你当然也是会跟他走，你不会害怕啊。我看你还会跟我讲什么义气跟勇气。会。为什么？会牺牲啊！如果我爱阿娇，我肯定会牺牲的吗？你不怕变成太监？不怕。哼，开玩笑。你现在都知道老高被通缉，已经变成一只上家犬了，你当然敢讲这些风凉话了啊。如果老高现在在你面前拿着一瓶强水要泼你，然后你再讲这种风凉话，我就跪下来拜你。哎，现在讲屁话是没有用的哈。很像以前你不是在阿娇面前说自己的多威风多威风，可是给人家吓一吓，什么风就没有掉了吗？哎呀，不跟你讲了，我走了啦。等一下，什么？是不是你从中破坏，所以阿娇都不来看我？你讲什么屁话？本来就是啊，我住院住了这么多天，他都没有来看过我，而且打电话给他都打不通。这很奇怪咩？阿娇肯定知道你爱你自己多过爱他，他怎么会来看你？他应该知道我是被逼的，要不然他不会带人四处找我，我才被救啊。所以这可以证明他是爱我的。神经病啊！爱你跟救你怎么一样？那些警察也在救你吗？难道他们也爱你呀？不要说这么多废话啊！阿娇在哪里？我怎么知道？我也找不到他吗？你也找不到他？
我本来想回去赶崩的，可是我哥不让我回去，他说他怕老高会来找我。你哥哥说的对，像老高还没被抓到，你一个人回去很不安全的。在这里起码大家照应啊。有一份护肤品推销员的工作，你有没有兴趣啊？当然有啦，可是我没有经验。当然不是叫你马上做，得培训的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安排你去面试。好啊，好啊。谢谢你，雅西姐。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带给你和佳琪哥这么多麻烦，你还这么帮我。我也是跟佳琪学的。他这个人呢，最喜欢帮助别人。最近还要到阿富汗去做1年的医务工作。刚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也是很不习惯，还有点气他。我跟他说，帮人是好的，但是你也未免过分热心了吧？他呢，就跟我说了一个故事。还有故事的？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。他说很多年前，他一个人去了一个很落后的地方背包旅行。有一次他迷路了，走了很久很久，也没有见到一个人。倒霉的是，他滚下了山坡，摔断了脚。他不断大声地喊救命，可是来的不是人，而是更倒霉的是，他的屁股被毒蛇咬了一口。小女孩救他的啦。那后来怎么样？我要说废话啊！佳琪哥当然没有事吗？是啊，他没事。他在医院醒来时已经是3天后的事。他很想谢谢那小女孩还有救他的人，但是他再也找不到他们了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就尽所能帮助所有需要他帮助的人。他说，每个人，不管是你是我，也许都会有无助的一天。当你最微弱的声音喊救命时，你也希望有人听到，而那个人却会带着希望的火把把你救出去。所以你说，嫁给一个这样的老公，我能不努力一点做好人吗？不过，我怀疑他这个故事是编出来骗我的，因为他的屁股根本没有被蛇咬过的痕迹。你一直没有去看家福，也没有见我大哥。没有。我每次去看家福，他总是着急地问起你，
而大哥呢，也一直说要见你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。麻烦你跟他们说，我已经离开新加坡了。这怎么行呢？这种谎话骗不了多久的。你是不是担心家福他大姐？也不是，老高现在下落不明，我真的不想再连累他们了。如果老高一天没有被抓到，难道你这一辈子不再见人，不再交朋友，不再谈恋爱吗？我看得出，你还是很关心家福的。可是，逃避不是办法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并没有做错什么，你也不用怕别人怎么看、怎么说你。但是你不能就这样消失在家福和大哥面前。不管你决定怎么样，你都得跟他们说清楚。我这几天都找你不到了，你电话又断了又不打来。我问雅喜，他说没有你的同意，又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在哪里。对不起。没关系啦，反正这几天你应该休息一下的，你累死了哦。那你放心啊，老高的事情，就算警察不抓他，我都不会放过他的。你没有去看家福？其实你不要气他啦。说真的，他也不是要真的出卖你。你知道哦，那死老哥要割他的耳朵嘞，还要用那嘎嘴去拨他的弟弟咯。所以他也是没办法嘛。老高叫他打电话约你出来，他就打咯。龙哥，你不用说了，我了解的，我真的没有气他，真的，我知道是老高逼他的。我只是在想，不要跟他在一起了。对咯。感情的事怎么可以勉强？哎呀，我早就跟他讲，你不会喜欢他的吗？可是他以为自己很有吸引力，我也拿他没办法吗？所以你有空最好去看他，跟他讲清楚。你不讲，他不会死心的。你要我怎么说出口？直接跟他讲啦，说你不喜欢他，喜欢我咯。罗哥，你不要以为我没有谈过恋爱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其实哦。我早就 feel 到你是喜欢我的，这种事情讲不出来，对不对？我讲对你，你应该知道吗？所以我相信你也一定可以 feel 到我爱你吗？龙哥，我就是喜欢你这样叫我咯，那我以后也叫你娇妹。哎，你说好不好听啊？龙哥，龙哥。你误会了，我一直只把你当哥哥，当好朋友。啊！我知道你对我很好，可是我们是不可能的。对不起。终于等到结束，爱退回原处，该愤怒还是该认输？爱得那么投入，却不得不无助的向距离屈服。终于还是等到了落幕，无奈的退出，像个当初先变得孤独。你总说若是有缘一定会再相遇，只是这种祝福太过残酷。能不能让爱来做主，说服所有分离痛楚？相爱的人为什么不能够相处？失去你不只是少了一些祝福，其实更是少了种生活的温度。不能让爱来做主，别让孤独多于祝福。
爱情的路，我不会再负。